但其实说人类很难脱离这个重复性的模式，因为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没有去解决。因为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具有强烈的这种分裂感的分裂的一种意识，或者说是潜意识里面的这种一种罪疚，它的一种显现的形式就是用分裂的方式来显现的。就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只要去分裂，去对立去攻击，这个才是它真正的目标吧。就是实际上具体因为什么事儿已经是不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去攻击、去分裂去对立，这才是就是说小我的一个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所以说你想去真正的说解放人类啊，或者说让人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只能是通过提升人类的灵性来解决这件事儿，人类才会真正的团结一致，然后创造一个更好的文明。否则就是不停的在重复几千年来的这一套东西互相的攻击来攻击去，然后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对吧？你看，像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嘛，它其实只有3、4千年，就是你把夏朝都算上去，可能就是4000年出头，算上三皇五帝的那些神话传说的话，可能5000年吧，对，然后就中国实际上只有4000多年，但是说是5000年，然后印度的话，我问印度人，他们说他们文明有20万年，我说这天哪，就是你去看他那印度的史诗嘛。一个叫罗摩衍那，还有一个叫摩诃婆罗多，对，它里面他认为就是整个就是在那20万年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远古高等科技文明，然后就是最后毁灭，然后又出来一波，然后又毁灭。我们现在是第6波，相当于是第六次轮回，不然的话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其实人类以前就算是有很高的科技的话，但实际上也毁灭掉了嘛，就这个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变得因为我们重复的模式没变，就是不停的去自我毁灭吧，就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说如果说人类还不去思考核心的问题的话，解决根本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本质上并不会变得更好，只是表面的一些形式上的变化，实际我们的体验不会说变得更好，因为还是在这种冲突对立当中去生活去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这种幸福实际是这样的。所以说表面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不重要的，重要的东西都是在看不见的那个层次核心的那个层次或者说是内在的那个层次。所以今天我想聊一下这个就是奇迹课程的一个辅导书它是叫做超越语言的这个旅程，超越语言的旅程。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也是通灵这个耶稣，然后也就相当于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耶稣自己本人写的他自己出的一个辅导书。然后他直接就会去讲奇迹课程的一些核心的内容然后不停的去论述它核心的一些价值观，然后对应到奇迹课程学员练习手册的其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第1到第7课是它的这个书籍的前半部分，然后它的下一章节又对应的是第8到第10几课，这样也就相当于给你把整个奇迹课程的学员练习手册从头到尾去总结了一遍提取了一遍，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如果先讲这个内容的话，可能大家学起奇迹课程来就会比较轻松和容易一些，相当于你把主旨和一个大概的内容，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已经先提炼一遍了把精华先学完了其实高比索婆也是类似的功效。然后你再去学奇迹课程，因为它语言相对来讲比较难懂，就不会说特别的受挫，因为你已经掌握核心了嘛，很多的貌似看不懂的那些句子，你就通过核心的价值观你就可以去理解了。
有哪些句子比较难懂，它然后都是难有哪些懂的啊。是核心？它那个正文你一看你就明白了，就是它写的都是不是很通俗的那种语言但是它辅导书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不会绕弯子去给你讲，直接就讲比较核心的东西因为我昨天也是正好就是重温了一遍嘛，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吧。所以今天我就想直接就借着这个来给他引入到这个奇迹课程当中。比如说你看他在序言当中就开始去讲说，你开始去体验奇迹课程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会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崭新的世界。那么实际上这本课程你可以当成是一个工具通过它呢去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具体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他说的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平安，孩童一般的快乐，以及绝对的自由。然后这种平安、快乐、自由呢，它是非常美妙的，是超过我们思考能够理解的范围的然后直接就讲到下一个核心点了他就不绕圈子，他直接告诉我们，其实真相开始了。就这个时候，耶稣直接把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真相全都告诉我们了。首先他讲到的就是当身体死亡的时候，实际你并没有死亡，真正的你呢就算是引号死之后，实际上也是以灵性的方式持续存在着。然后呢，真实的身份的话，就是这个灵是哪里来的呢？它就是上主创造的，或者叫上帝也可以这个灵实际本身就是和上帝呢，它是它的一部分，相当于共享着上帝的这个创造的能力。这就是奇迹课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是谁，他解释了一下。至于说大家能不能去相信的话，那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缘分了。包括我们就是我们与神其实是合一的。是，就是你的真实身份，你首先必须得确立和找到，你才能够理解后面的延展出来的推理和价值观的部分。如果说这个前提是接受不了的话，那后面的东西就谈不上了。也就是说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和上主是共享着一个相同的一种生命给它起个名就叫做灵。它是上主创造的，上帝创造的，它是不会死亡的。那动物它们有没有灵魂呢？动物都有，植物啊都有。那个就是他讲的这个灵的意思呢，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本质上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是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啊、植物啊，本质上也是灵的一种显现的或者说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灵创造出来的一场梦嘛，他梦见的一个世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梦者的，因为是他虚构出来的这个世界本质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梦者的，所以说你也可以理解成万物都是一种灵的一种展现，包括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的，就本质都是灵。那像山啊、河流啊、石头呀，它们有灵吗？其实他后面也提到了，他后面讲到了，他说实际上，比如说，他说能量这个东西本身也就是一种灵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是比较稠密的。他说，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思维是一种非常不稠密的一种能量吧，相当于是这样。然后物质就是更加稠密嘛。但是他说我们的灵的本质实际上是完全不稠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打了个括号是空，就是这个比较难理解。反正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本质都是一种东西，只不过是显现的方式不一样。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说的这个灵可能是因为他讲的是完全不稠密嘛，那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
很广域的，像一个场一样存在的一种感觉，它是无边无际的一个场。但是这个场的话，它可以通过聚集它自身，然后来显现一些具体的形式，比如说是能量，比如说是物质，甚至比如说是思想。但是我们的本质是这个无边无际的场，就可以理解成这种。而这个场的话，它是完全不稠密的，因为它是无边无际的嘛，所以你可以说它是没有密度的，它就是空的。但是你说它是空的，是不存在的吗？它又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无限的这种一种状态，无限的大，无限的小，无极的一种状态。就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吧，因为它确实是我记得其实在1900年代的时候，就是西方物理里面有一个叫以太学说，就是他认为有一种叫做以太的东西，它可能类似于场啊、气啊、能量波啊这种概念，它就是相当于即使是真空，即使在那个外太空它都存在，地球也存在，就相当于它在宇宙当中无所不在。但是后来呢，就是那个学说就是被否定的嘛，因为有物理学家做实验，就发现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他都观测不到以太的存在。然后后来物理学里面就是也不需要加这个常量常数了。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对，这个场它类似于以太，它是用的是一个希腊语叫 ether， 也就是 ether， 然后类似于就是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就是中国古代里面那种气的概念吧。其实就是如果有物理学基础的人，他可能会以物理的那种思维方式去思考生命的本质，但是肯定到最后的时候，它都是相通的。就是心灵思维，它是有一种解释方式的，那可能心理学有一种解释方式，那物理学也有一种解释方式，就是每一种学说都有一种自己去理解世界和解答的这种它的视角和方式，但是最后本质肯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大家理解不了这个灵的话，可以带着这个问题，然后去学习这本这个心灵著作吧，然后看看它最终能不能让你在你的思维意识的理解能力下去理解你的本质。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能说去探索吧。你要是说直接能100%的让每个人理解，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对于很多东西其实是未知的，我们并不清楚这件事情它到底本身是什么样子，只是我们认为的那部分你是认可的，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部分我们是理解不了的，或者说你根本没有达到那个认知层次，只能说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说那件事情本身，实际我们只说了那件事情的可能1/1000、100000分之一都不到，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吧？对对，就比如说我们去说上帝上主，那我们觉得大概我理解一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但实际跟它本身的话可能相距甚远，对不对？对，就像我们去描述新冠疫情，是的。其实即使是说它在我们也就是几年前刚刚发生亲历的一场历史事件，但是我们都没法说就准确的客观的说出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何况是那些就是几百几千年前的那各大的历史事件，那可能所谓就是一些官方记载也只有它事实真相的1%都不到，或者说其实根本就没有真相。所以我们的认知范围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狭窄的，只能通过我们很有限的一些手段甚至是一些直觉体验这些方式来去建立我们的信仰吧。所以说在你真正体验到真相之前，你只能是抱着这种信仰去追求它，或者说走向它，你是很难说我100%的去理解，或者去像我手中的一个事物一样那样的那种确信感，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耶稣一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就可以，就你不需要去完全认可这些东西，但是你也不要去完全否定它，不去学习它。那么学完一圈之后，你自己再去做判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认知方式。对，就是要学完一圈之后自己去做判断。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这个课程就可以了。具体能达到什么效果的话，大家自己去带着好奇心去检验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因为它前面直接就讲我们的本质嘛，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对吧？我们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很想知道的。然后他就继续讲到说，我们的本质呢实际是属灵的，即使我们现在以为自己是以身体的形式存在，但是本质呢在此刻却是非常的活跃的，而且是平安的。而且他讲到的就是灵性的创造能力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并不会因为我们整天围着身体去打转，然后这个东西就没有能力了，就消失了。然后他具体的去阐述了说，灵性呢实际就是当下，就是你的创造之源。我们的灵性呢正在决定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发生在身上的一切。物质的世界呢只能是管灵性的这个创造方面的一些能力，不是其他的东西。当我们从对世间的认知颠倒过来之后呢，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平安和喜悦了，就是体会到我们灵性的本质。然后他接下来讲的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实际上奇迹课程所描绘的境界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这就是它的全部的真意。如果说你理解了自由就是全部的话，自由就是本质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再多的学习和话语了，你就已经自由了，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肯定是不会因为这几句话就把我们的认知颠倒过来，对吧？把我们这种几十年几辈子的这种思维习惯给它扭转过来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做不到。但是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个终极结果吧，就是你最终你体会到了自由，你拥有了自由，你拥抱了自由，那么就结束了，这个课程的目标就完成了。对对。那种很自由的状态的话，人的那种心境，还有人他平常是处理事情、处理矛盾的方法会是什么样子的？那当你绝对自由了之后，其实你就没有任何的痛苦和烦恼了呀，你就是无时无刻的处于一种极乐的或者说喜悦的、幸福的、平安的状态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讲的话，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吧，是吧？没有人说我就想体验痛苦、限制或者说不快乐吧。对，所以说每个人的心灵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句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导致了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发生。其实有的时候人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想要一个结果，但实际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不是那个结果。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想不想中彩票啊，中500万、1000万呢，对吧？每个人都想，是吧？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500万和1000万吗？没有人真正想要500万和1000万，好吧？我们都是想要这个财富能换来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某一种服务，是吧？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能推到它背后有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去用金钱换来服务和物质的背后是什么呢？实际也不是单纯去要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要一台电视，要一个游戏机，你是为了单纯去拥抱这个电视吗？也不是吧。你是要去看它给你带来的那些影像性的实质的内容，是不是？那么你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实际本质上你也不是想要那些内容，你是想要那些内容能够去娱乐你也好啊，打动你也好啊，或者让你产生感觉，对吧？如果只是给你一些很无聊的天线宝宝给你看的话，或者俄罗斯方块给你玩的话，你也得不到乐趣。
对不对？所以我们本质上是要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一种可以交换的东西，是一种乐趣、快乐或者说是什么安全感啊，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心理层面是有关联的一些存在吧。所以说人最终极想要的东西都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不太可能是具象的东西。这个你能理解吗？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是的，非常正确。尤其你这个满足感，我觉得说在点子上了。就人最后追求的就是某一种满足感，无论你是吃喝玩乐，对吧？如果说这些东西都给你带不来满足和快乐的话，那他们就形同虚设，他们就毫无意义，是不是这样？对。所以说我们最后一层一层的会拨开这个物质的迷思，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你的心理需要，你的精神层次的需要才是一切需求的核心。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500万带给不了你快乐，你需要把它变成物质或者是服务。那么物质和服务这种具体的形式也不能带给你快乐，得需要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呢也不能带给你快乐，需要这个内容跟你产生了共鸣，产生了连接，满足了你的一些兴趣啊、好奇心呐、一些某方面的取向，所以最终你是心灵他笑了，他乐了，你才达到了真正的所谓的满足。那如果说好，那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说有一种东西直接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直接去满足你的心灵，那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或者说它是不是其实是我们终极想要的那个东西？就是那种满足感。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可以。我们取消中间的所有的环节，我们直接去得到满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奇迹课程带给我们的终极目标吧，就是它让我们的心灵回到自由的状态，回到时刻处于满足的状态。那么具体得到什么的满足，这个我们可以卖一个关子，慢慢的让大家去了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本质。灵魂。灵魂，其实就是一直我们提的这个上主，或者说叫上帝啊，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词而已就像说宇宙也是一个词，地球也是一个词，但是它具体可以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灿烂只有你去体验过它之后，你才能明白这个词背后的含义，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带着好奇心去慢慢去学习这个课程，慢慢的去了解这位存在，我们的创造者。然后他就是后面讲到了说具体又解释了一下灵性嘛，灵性就如同理念一般的自由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就是说灵性它被创造的像一个理念一样它是极度自由的它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去改变的，或者说攻击的，能够去伤害到的一个存在。因为耶稣提到了说，有什么能伤害到一个理念呢？灵性不受任何威胁。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去深思一下，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存在能够伤害到一个理念，一个很自由的存在？实际上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一个理念它本身是无法被伤害的，除非这个理念自己去选择某一种怎么说奇怪的一种思维吧，或者想法，但实际上本质它也是不会被破坏掉的，但可能会被某种程度的扭曲啊，或者说进行一种误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小我的一种存在方式吧，这个后面我们再去谈到总之耶稣他的观念就是灵性是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然后上主所在的那个天国的境界它是彻底平安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外部环境能够去改变他的本身的自信的。然后他就说，用课程的话说，就是叫百害不侵的。有哪些？比如说百害？百害不侵就是说，我们人世间的那些，比如说你用任何的你毒药啊、飞机啊、大炮啊、原子弹呐、对吧？包括你的攻击啊、语言的攻击啊、身体的攻击啊，对吧？都是伤害不了它的，因为它的存在方式本身就不是物质的，它是咱们可以理解成是免疫物理攻击的这种感觉，对吧？像游戏角色一样。你必须得通过物理属性来去消灭它，而不是说通过你必须得通过那个叫什么它那个其实你是是叫你想不到一种遗嘱。比如说魔法呀，比如说什么的，但是它其实是不受任何的侵害的，就是你慢慢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是不受侵害的，这是一个结论，然后他说，其实上主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被侵害到的一种存在。它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推理，都是一个逻辑性的推理。那么往下就会引出它最终的一些理念或者说法门，就是如果说我们是百害不侵的，那我们的创造者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呀？对吧？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嘛，然后他也是百害不侵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和上主是一样的，永远都是安全的，永远都是平安的一种存在。也是没有办法被任何的方式被侵犯的，或者说被威胁的，这个也是推演出来的一个结论。对对，然后呢，他我记得就是提到了说上主就是说会延展他自己然后到每一个的他的这种儿女身上然后他的这种延展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爱，就我们把它起个名就叫做爱，实际上就是上主的一种延伸，一种延展。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玩过那个《仙剑奇侠传》？我没太玩过，但我知道。就是在仙剑四里面开场嘛，就是男主角他在一个那个陵墓里面就遇到了两个，就是相当于那种古装男鬼扮相的那种怪嘛。然后你即使拿着那种最大最好的宝剑，你只要是物理属性，你去砍它它都不为所动。但只有用魔法属性，用那些魔法技能去和它互动的话，你才能够消灭它。对，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是完全抽象的一种存在，一种完全自由的。其实说，就是说本质是灵性，这个大家觉得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用否定的方式来理解。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不是什么，你是什么这个不好理解。那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推向于我们真实存在的最后这样一个结果。就首先我们不是物理性的存在，不是身体性的存在，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解脱吧，我觉得。因为首先你不是身体，那么身体的那种种种痛苦，本质上来讲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身体的死亡，这个东西其实恐惧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的本质不会因为身体的灭亡而消失的，这个是得到保证的。对对对，就是死因为亡只是一这就达到一个道门。抽象层次了所以说确实理解起来会有点困难。因为死亡只是一道门嘛，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轮回它只是我们这一世的故事，但实际上后面还有哪生哪世生生世世的一些因果呀，一些羁绊呐，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更精彩的那些信息。
其实他强调的不是说就是说因为你会轮回，所以说你才是无需恐惧的。他强调的就是你实际上跟你轮回的这些肉体的这些结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他想强调的是这一个层面。就是他要让你认清你的本质和非你的本质之间的这种非关联性，而不是让你去模糊这个概念。就是你到底是一个物理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抽象性的存在，你不能在这两者之间跳来跳去。那如果你跳来跳去的话，你就会模糊你的存在本质，那你就本质上你还是不自由的。就类似于你说我一会儿是抽象的，我一会儿又是物质的，那你终究还是不自由的呀。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你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对对，这个能理解吧？对对，所以包括就是像那个航天的科学家，他们说，如果人类未来他想搞那个星际文明的探索，想去飞出太阳系，那最后肯定是不可能是说把我们有这个物理，就是相当于有物理属性的这么一个肉体给它带出去，因为你带一个宇航员上去，那不光是一个宇航员，同时还是整套那个生态系统。你要维持它的那个在太空上的呼吸，还有那些水，还有那些体液循环、血液循环，这个是很不方便的。对，而真正的那种高维的外星人，比如你机器人上去，那都要比人类方便很多。机器人不需要有氧气，即使在真空的环境下，它也能够生存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些小灰人的说法，说小灰人他其实也是外星人的机器人，而外星人他的那个本体啊。他可能在那个几百光年远的星球，通过意识来操控小灰人。对，就像然后小灰人他通过意识去操纵那个飞船。这就好理解很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到最后的话，他会因为走向合一嘛，所以说就连这种个体的意识的这种思维也会逐渐的被这种正知正见给修正。因为他这本书最终是让你走向彻底的自由嘛，而不是一半的自由。所以说你慢慢你就会明白，作为一个个体，即使是一个个体性的灵魂这个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限制。对，他不是去讲半点真理，他讲的是完整的真理。不是一部分的真理。对，但它也是有学习的阶段的，所以说有一些地方一开始听起来会觉得不舒服，或者会觉得这个好像和我的想法有冲突，这个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完整的论述完他这套理论。他只是说用他的方式在开始这个理论。他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认知嘛。然后他就接下来讲的就是说其实上主的这个力量，包括上主的这个爱，其实就在我们的存有当中，就属于我们的一部分。然后作为灵性的话，作为上主的一部分，我们是一直渴望被关怀的，渴望被保护的，渴望被爱的。但是我们这个真正的渴望，实际上是渴望我们的创造者这个源头对我们的爱。因为他也是真的在就是说爱护着他的所有的这种创造，是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尘世间是苦苦的挣扎呢？显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之前我们说的这种时刻被上主关怀保护爱着的这种感觉感受，因为我们只是通过眼睛在认知这个世界。但是他说眼睛是看不到真正的世界的。然后我们真正的世界然后我们用思维去理解这个世界，也是无法去察觉到真正的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维都是一种障碍。但是他过一会儿会讲，
那虽然是障碍，但是它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特定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本身是障碍我们体验到真理的东西，反而变成很好的一种工具，让我们去体验到真理。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吧。那真正的真理，就是真实的世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他刚刚描述的呀，作为灵性，作为上主的一部分，我们一直是被关爱的、被保护的、被爱着的，被我们的创造者就是上主，他所保护着、所爱着。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体验到这一点，对吧？所以，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